还有我对修行感兴趣，想知道有什么门道可不可以自己修行。我有自己修行的专题，你可以啊。修行就是修心啊，修行就是修一念啊。我老教友也都知道，叫修行特别简单啊，自己修一念特别简单，就是什么呢？中国古人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因为举手之劳的善而不为啊！你举手就能帮别人，你嘴上再骂他，你心里边再难受，你也要帮他。然后不要因为一点点的恶啊，就是那个应激之怒而真的发怒，就是哎你好烦啊！我操，那个死逼几个死逼站在那儿，他妈你刷押金不就得了吗？我还整我的房卡进不去屋，我他妈刷房卡进去赶紧直播呢，就是哎呀我操，真的恨不得骂他们。但是表面上你要平静，你要制怒，包括跟你媳妇儿打架，我操，我要跟他离婚啊！但是你要制怒，为什么？我要跟他撕，你撕对你也没好处，对他也没好处，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修行。修行是逆着自己的情绪走的。因为你的情绪是傻逼啊，你跟着情绪走，你的情绪是傻逼，因为你是傻逼，就这么简单，你就是傻逼，你不要看别处，我就在说你，因为我也是傻逼，每一个人都是傻逼，所以所谓的修行就是把自己傻逼的这个情绪压制住，这个就叫修行，最后只带着善念和智慧，这就是修行，非常的缓慢的，因为这叫见悟，不是说很贱啊，就是那个犯贱，不是，就是见的悟。人类大部分都是见悟，能顿悟的就是爱因斯坦这种人，就是天才。你不配啊，你也他妈配顿悟，还装六祖慧能去，500年出一个，你也配。所以大部分人都是神秀。大家知道慧能的最大竞争对手是神秀，六祖慧能啊，禅宗六祖慧能，他最大是神秀竞争对手。神秀做那首诗啊，就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染尘埃。这是正确的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傻逼嘛，傻逼你当然要时时勤拂拭，你才能接近智慧。然后慧能给他改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那不是一般人呐，你可别装啊。他虽然境界高，但你做不到啊，因为这要完全忘我。这是天才才能做得到，就是禅修灵魂里边的天才。那因为慧能不是第1代当人，他第50代当人了，他们，所以他才能够实行，我们实行不了啊。所以这就是自己修行的原则。然后修行的方法，我做过啊，就是大老王空格自我修行，自己修行就能搜到 YouTube。关于改运啊，我了解到的是泰国的旁门左道用阴邪之物不行啊，真的不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你看娱乐圈这些人都干，哪个有好下场？那是不是最后都是凄惨惨的？我知道那不是正道，我不会去选恕我唐突啊！这尤其是在缅甸，很容易走歪门邪道，所以你要时时勤拂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啊应激之怒而怒之。这个就是慢慢，你的面相都会发生变化啊，你身上的那个脸上的那个酒色财气慢慢就磨掉了。慧能是否认物质世界是错误的？哎，你就来，汤姆又来，不要说这种话啊！这个慧能这种 level 不是我们凡夫俗子能定义的。就像你说这话，就像说爱因斯坦这个相对论其实是有漏洞的，就是一样啊。你要知道自己是个啥东西，好吧？啊，下一个啊，破产中年男人和自闭症儿子的救赎心路历程啊，这个是非常励志的啊，非常真实。王教主你好。首先非常荣幸能被您看到这封信。2024年啊，就在我意志最消沉、濒临绝境、绝望的时候，那个夜晚，偶然在抖音上看到了你的节目切片。王哥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人生经历，都深深让人叹服。口才了得，妙语连珠，知识包罗万象，充满温暖和力量。嬉笑怒骂，世间冷暖，玄学知识渊博。自此，您的节目一发不可收拾，我根本停不下来。盼着您的节目更新，每天身心俱疲的我，听着王哥教主的节目才能有安全感，沉沉睡去。以下是我这段经历啊，希望能看到翻牌和指点迷津，不胜感激。叫什么？他这一生啊，叫半生风雨行，低谷遇暖阳啊。我叫某某某，一个土生土长的广西啊，80后啊，他也算是老登了，现在啊，是家里的独子啊，生在某某地的一个山村，祖辈世代务农啊。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啊，我读到初中便早早的告别校园，进城务工，成了打工一族。
年少的我非常的肯拼因为我深知家境贫寒，父母年迈所以父母给我这样的就是凑足路费让我出来打工，我不服输一定要有一个给父母给村里人一个交代。所以我从工地打工最底层的小工力工做起，搬砖、扛水泥、扎钢筋，顶着酷暑迎着寒风辛苦劳作。每当夜里累到快散架的时候可也想回家，可一想到父母的期盼就咬着牙不能放弃。我为人诚实，做事本分，不肯溜肩耍滑，虚心学习手艺，慢慢的摸透了工程、施工，学会了读图、核算。工地管理的门门道道，一样一样的慢慢掌握，在工地沉浮20余年，一步一个脚印赶上了房地产的大潮，从普通工人做到领班带班，再后来拉起了自己的小的施工队伍最后做到了200多名工人的小有名气的一个承包工程公司的老板小老板做起来了20多年。然后房地产行情红火我承接楼盘基建，市政配套，收入稳定，在省会安家置业经熟人相亲认识了妻子，携手度过了12年婚姻，生了2个儿子，蒸蒸日上我心里满是安稳和知足，觉得我的苦没白吃我终于有了房子，有了事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可世事无常，繁华落幕。2023年，房地产市场骤然崩盘，行业链条全面崩溃，我手里的几个未完工和已完工验收的项目，全部把我的所有的资金就是陷进去了，甲方百般推诿，工程款不再付了，资金无法回笼。我重情义讲信誉，我的跟着我混的200多工友不能欠款谋生，所以呢卖房子卖车借债，掏光了多年的最后一点家底儿，按时结清工人工资。我忽然想到我最好的老朋友，几年前生意有资金缺口的时候找我借过60万块钱周转，于是我就因为我当年跟他绝对信任，所以现金给了他，也未立自觉，也没签收条。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人心难测，老有无情我真心信赖，危难之际托付求助的下场是他当场被刺，揣着钱装傻耍赖，死咬说我没借过他钱，死不认账。那一刻我的心里是又寒又疼，相交10几年的友情在金钱面前如此不堪。我掏心掏肺信赖的人，偏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捅我一刀，所以我不仅没能缓解资金压力，反倒平白又多了一笔死账，层层三角债死死缠绕着我，利息利滚利压得我透不过气，最终宣告破产。人到中年，一夜之间几乎一无所有，我站在空荡荡的高楼顶觉得人生一片茫然。命运的磨难接踵而至，压得我喘不过气的同时我7岁的小儿子本该无忧无虑的读书，却突然确诊为自闭症。拿着诊断书的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揪住。我拼命打拼一辈子，只想给孩子一个未来，怎么也想不到命运会和我的孩子开这样残忍的玩笑。医生告知自闭症无法根治，只能依赖常年的专业康复和特殊学校干预，高昂的康复费成了无底洞，每个月固定的开支让我本就负债的生活雪上加霜。正当此时，12年的婚姻因为没有恋爱的基础，只剩柴米油盐的维系，我的妻子毅然提出离婚，态度冰冷决绝，要求我净身出户，名下财产全部归他所有，债务不关他的事儿，健康的大儿子归他，自闭症的二儿子归我，还要求我每月按时支付赡养费，否则便强制执行。我心里满是悲凉与无奈。12年的婚姻没有同甘共苦，只在我落难时转身离开。我无力辩驳，只能含泪签下离婚协议作为家中的独子，我没有兄弟姐妹分担分毫，年过70的父母一辈子劳累，落下满身病根，风湿高血压老胃病常年缠身，药不离口。看着我事业破碎，二老终日忧心忡忡，勉强着撑住，不给我添麻烦。我本该让他们安享晚年，如今反倒让二老跟着我担惊受怕。我这个3重大山压在我的肩头，40多岁的我被磨得满身疮痍，走投无路之下，我放下所有的尊严和体面，买了一辆2手电动车，穿上外卖服，成了省城省会街头巷里的一名奔波的外卖骑手。
我刚开始跑外卖的时候，最怕遇见熟人，心里是既尴尬又自卑。后来我转念一想，面子不能当饭吃，能挣到钱还债、养孩子、养父母才是我最重要的事儿。整整2年时间，我日复一日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风雨无阻，每天奔波10几个小时。饿了就吃最便宜的米粉、汤粉，喝白水；没单子就累了，就在电动车上靠着休息一会儿。省吃俭用，在最小的出租间里居住，赚着最辛苦的血汗钱，勉强维持着孩子的特教开销和父母的医药费啊！无数个深夜收工回来，独坐孤屋，烟是一根接一根啊，然后就想走到绝路了。然后有一天晚上做梦啊，就梦见谁了就不用说了啊，就说梦见这个类似教主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形象出现了啊，你半生磊落啊，某某某，你半生磊落。在梦里告诉他，心有良善，虽遭人负，遇时间落低谷，但却从未害过别人啊，没有做过丢失本分的事情啊，没有放下肩上的责任啊。继续点化道：世人多敬父敬权，天道独怜忠厚。所以你身负老幼，负债前行，既是重担，也是福报。根基啊，你打好根基，莫恨人，莫自去，将来自有好报，一定会有翻身之日的。风雨终会过，低谷过后自有暖阳到来。话音落毕，一声仙鹤长鸣啊！这个猛地惊醒啊，心口余温，泪流满面。窗外夜色正浓，仿佛却是一缕清光啊，照进了我灰暗的人生，终于点化了我。然后呢，再难的日子，只要人在，骨气在，就能有熬出头的一天啊！机缘巧合下，我在送外卖的工作中啊，居然认识了开连锁餐饮店的老板娘啊，就是他是外卖员，他认识了老板娘啊，老板娘叫张姐啊，张姐呢比他大5岁啊，也没有老公啊，自己经营一个餐馆啊，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从不以富贵贫贱论人啊，更看重人品与担当啊，因为张姐经历过的人。看透了世俗的俗世的繁华啊浮华，所以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他知晓了我的人生经历，妻离子散啊，朋友被刺，然后生意破产，然后幼子患病，独自扛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对我心生了爱意啊，愿意跟我合在一起啊，2个人大伙过日子，共同面对人生的挑战啊，这就是患难夫妻啊。得知张姐了解我的境遇后，不但没有看不起我，反而不远离我，心疼我。然后不嫌弃我负债在身，不介意我有自闭症的儿子，也不嫌弃我的年老多病的父母啊，这个愿意陪我共度难关，2颗心终于走到了一起，我们坦然的一起领证了啊，这是苦尽甘来了，终于重组了家庭啊，相约啊，未来一定再永远相守啊，然后我们一天一天的做起来啊，现在就非常好啊，这个终于起来了啊，这个张姐也帮了他。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今年年初啊，就是最近啊，在张姐的帮扶下，我呢基本上啊，把我的这些外债啊和什么的都搞好转了啊，就是张姐是你的贵人啊，所以我曾被现实压到万念俱灭，可梦中点化幡然悔悟后，认识到人生总有低谷啊，生活可以夺走我的财富，击垮我的事业，却永远达不到一个底层男人咬牙硬扛的韧劲儿。啊，这个人是个广西人啊，广西佬，很能打的啊，所以这半生让我深深的懂得，人间没有熬不过去的绝境啊，只有不肯抬头的放弃与沉沦啊，所以只要守住善良的本心，扛起责任，一定会熬过低谷的。即使再普通，你也能冲破风浪啊，你能够征服张姐，跟你的这种成熟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所以。富婆张姐被下降头了，也太俗了。关键张姐岁数也不小了啊，能看到一个好男人也不错啊，身体又壮啊，所以，对吧？你看我百道汇了吗？那张姐肯定是很高兴的啊，张姐还觉得自己捡到宝了呢。感谢教主的耐心阅读啊，我已经给他删掉了大部分他的那个隐私啊，以我的亲身经历引以为戒，提醒教友们，选择配偶和朋友时，你们要擦亮眼睛，永远保持善念。永远积极向上啊！祝王哥教主家庭幸福美满，非常好的故事啊，非常好。送外卖重获新生啊！当然，张姐也不是你们想的什么大富婆啊，那是开小餐厅的，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这样挺好的。在这样的故事里边，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那种不屈不挠啊，中国人心里边的那种敬业啊，那种向上啊，真的是很难得的
啊，因为他毕竟是打拼过的嘛。猝死后的幻想，那个好了，初中时候关于平行宇宙的经历。教主你好，我是墨尔本大学莫大大一的学生，看了很多您关于玄学方面的视频，深有感触啊，这个非常精彩的他的经历记。我自己也是玄学爱好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这么一段经历，什么经历呢？我现在想跟你分享，我为什么从小就是玄学爱好者。我初中的真实经历的平行宇宙的经历十分诡异，如果你不信的话，我是完全能理解的，就当我是网文时，我是完全能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当时的2个家庭，没有人信啊。但是我发誓，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在我记忆中的这个一幕。我是在南京上的初中，2022年10月11日晚上，当时我像往常一样和我的一个同学去吃饭朋友吃饭，在小食堂的1楼，我记得很清楚，我那天吃的是鸭血粉丝汤，然后坐在我座位上，我背对着那一排打饭的窗口，所以也看不到窗口那儿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我那朋友的打饭就过来了，他手上端着一笼小笼包小笼汤包，坐在我对面和我一起吃。过了一会儿，他把一笼小笼包吃完之后，把空的笼子推到一旁，然后又起身去买了，又去窗口买饭去了，再回来就端了一碗瓦香肥牛回来，然后就从这时开始，事情变得不对了。他坐到我对面，就突然问我，就指着那个小笼包那个盘子小笼包的笼子问我，这小笼包是你吃了吗？我肯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啊，我就说不是你刚吃的吗？然后你去买这个牛肉去了吗？然后我同学说不是我吃的呀，我一直在那儿窗口那儿等那个瓦香肥牛了。然后我跟他反复确认了10几遍，跟他确认你不要开玩笑假如开玩笑的话，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玩。而我这个朋友本身并不是一个在无聊事情上开玩笑的人。然后呢，我就又去瓦香肥牛窗口和阿姨确认他到底有没有一直站在那儿等。那个卖瓦香肥牛的阿姨说，她确实是买完东西我没走，一直在那儿等着瓦香肥牛。那个卖小笼包窗口的阿姨也说没看到我朋友来买过小笼包。可是我明明记得他刚跟我坐在对面吃完了一笼小笼包，而且我当天晚上吃饭的话是没有和其他任何人去的，我只有和我这一个朋友在一起，朝夕相处，不可能认错呀。然后我又拿着他的饭卡去查他的消费记录我们一起查，确实是没有那个就是小笼包的消费记录。当时我整个一晚上晚自习都没有心情再上了，都在想这件事儿。晚上晚自习放学，我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回我租的公寓，然后就看到我那个就是朋友，就跟他一起吃饭这朋友，背着他那个极具辨识度的墨绿色书包，也骑着自行车在对面车道骑行逆行车道骑行。当时路灯比较昏暗，路上一个机动车也没有，然后他在中途还下车停了一下，不知道干嘛。我喊他不理我，没反应喊他没反应。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他上车就继续直接骑到他自己住的小区，因为他家离学校很近，所以他就走了。所以我知道，因为我们俩很熟，所以我知道他住那儿。回家以后我越想这个事儿越不对劲，于是就求我妈，直接让我妈问他妈今天他有没有跟我开玩笑。结果是他直接打电话过来给我说绝对没有开玩笑。我了解我那个朋友，他后来没在国内上高中，去了美高，我和他现在还是好朋友，有联系，他绝对不会开这么弱智的玩笑。我之所以知道确切时间，就是因为我妈妈和他妈妈直到今天还保存着那天的微信聊天截图记录。第二天我到学校后碰见这个同学朋友就问他昨天的事儿。他突然先说你昨天好奇怪，明明是我应该问这个话好不好？他说我奇怪，我就问他我哪里奇怪了？他说你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说这次数学考试只拿了第2名，没考好，你还把各科老师的名字都给说错了。数学老师的名字你说成了语文的，英语老师的名字你又说成了是数学老师的。我当时听完整个人都傻掉了，这他妈是什么哪跟哪儿啊？我数学要考第2，我怎么可能会说我没考好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括弧他数学成绩不好再说前一天晚上我根本就没提什么数学考试的事儿他又接着说，那你还记得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给你讲的一张龙族吗？龙族一本书因为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听他讲龙族他每天跟我一起吃晚饭，我都让他往后讲，他记忆力很好，口才也好，啥细节都绘声绘色的记住。然后我让他给我复述了一下昨天他讲的内容，毫无疑问我完全没有印象，没听过。我接着问他，那你昨天晚上吃的是啥因为他印象中他应该吃的是瓦香牛肉，你吃的是啥？他只说了3个字，小笼包当时我全身汗毛倒竖，然后我又问他，那昨天晚上你回家有没有在中间停过？他说没有那是反向逆行车道呀。我突然意识到
我昨天看到的他骑的就是逆行车道，而通常之前我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他是骑正向车道，不会骑反向车道的。然后那天放学后，我和他去了。昨天我看到他停自行车下车，莫名其妙的下车这个地方，毫无疑问他完全没有印象。他说没有的事儿。OK， 事情到这儿还能解释，可能就是一直在骗我吧，跟我开拙劣和诡异的玩笑吧。然后我昨天晚上看错了人吧，不是他吧？总之他一直跟我编故事。真正诡异的事情发生到第3天那天中午我照常和他吃饭，并且还在讨论这2天的诡异的事情。坐在他后边的还有我们班的其他几个男生。而就在他回头和其他几名男生说话时，我的眼前突然全黑了，就是那种完完全全的黑，跟闭眼不是一个感觉。当时是中午，阳光明媚，我就算闭眼也不可能全黑。而那时我眼前全黑这个黑持续了2-3秒2秒。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想奋力睁开眼，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也可能我的眼睛一直睁着，但是我什么都看不见，周围场景全是纯黑。2秒钟之后，一切恢复正常。我那个朋友还在侧着身子和同学们说话，我突然感觉意识到了什么，狂拍我朋友。我问他，刚才和你吃饭的这段时间，我都跟你讲了什么？而他的反应和我预想中一样，他说你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呀。可实际上我一直在跟他讨论这2天发生的事情。他就刚才侧身去跟后边的同学说话了。那天中午吃完饭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去问这2天的任何事情了。因为我觉得就让它过去吧，再去问也问不出来结果了。整个事情到此结束了。这就是2022年10月13号中午结束了10月13号中午，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如果说一切都能解释的话，那2秒钟的黑屏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的，可以说是我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只经历过那一次就是王叔刚才解释了，意识小世界出现你这个 NPC 或者你这个玩家出现reload 装错串错片场了。生命中只经历过那一次，我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类似低血糖类似头晕眼花，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体验过那种黑屏的感觉。明明是大中午，2秒钟完全失去感官和视觉，或许是平行宇宙吧，也或许是穿越了，还可能是曼德拉效应之类的东西。就是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 game 不同的 game 那是走错片场了。小朋友，你王叔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不是 NPC， 你是玩家，因为 NPC 不会走错片场 reload你是玩家，很有可能你自己不知道，等哪天你死了，你就你这好玩我就和我初中的反正这件事儿我之后一直谁都没讲，就和我初中另一个最好的朋友详细讲过，还和我高中的几个朋友提过一嘴因为讲出来也没人信，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以上所写100%真实。我也编不出这么诡异详细的。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就把它当悬疑故事来看就行。我相信可能写的悬疑故事还没有这个精彩这是一个咱们墨尔本大学刚大一新生南京小朋友王叔信你的，因为今天我在佛光中我顿悟了真实世界的真相我顿悟了。那你这个就太好解释了，哥们儿，你太好解释了。而且你不是 NPC 没有必要让你 reload 的就是漏的错场景了，就是 LFZ 说的，就是漏错场景，咔 reset 一下再回一下，双方再回去，所以你再问就是那个场景了，就是给你装错了这回来，拜拜。